我爸等着开刀，是谁？我一个人救活整个公司拿来的救命钱是谁？谁把董事长承诺的6位数年终奖扣成3.2万？华东项目黄了，全部门滚蛋！我来。哈哈哈，年终奖6位数，1分不少。文成，搞清楚谁是你上司，这个部门我说了算，给你多少就是多少。没有我给你机会，你能签单？3.2万不少了，不服你就滚。离职。哼，走了正好，省得麻烦。文宁，你疯了！我刚批了你300万项目奖金，你居然离职！董事长，麻烦您先问问刘茂川，我实际到账了多少？刘茂川，你给我滚过来！有请董事长秦从明先生致辞。各位同事，下午好！我们的启航项目成功突破行业技术壁垒，全年利润接近1个亿。集团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真正做事的人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进行年度表彰，每一个名字都是这家公司今年最重要的资产。启航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但有一个人我必须点名：温成。文成和他的技术团队是启航项目的核心攻关力量，没有他们日夜奋战，就没有今天这个结果。公司的激励机制一定会让贡献者得到应有的回报。程程，听说这次项目奖金至少6位数，你这次可发了。没事没事，膝盖还好着呢。底子不错，好好干，公司不会亏待你的。3年了，这一次终于轮到我了。够了。进来。你的年终奖明细，看看。刘总，这个数字和我预期差距有点大。哦，是吗？绩效 S， 贡献度第一，3.2万怎么算出来的？今年规则有调整。什么调整？公司层面的。我没收到任何通知。刘总，我想看具体的计算依据。这个嘛，系数调整是集团统一的。哪个系数？部门调节系数。从多少调到多少？小温，你的付出大家都看见了。我只想看数字。今年的分配规则是按这个走的，你看完就明白了。我从未见过这份文件。你看看这个。这份通知没有公示过。内部文件，总监级以上传阅，正常流程。个人贡献系数，部门调节系数。刘总，这个系数谁定的？公司统一制定，有专业依据。市场部的系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样，每个部门都有贡献。小温，他们做的是前期调研，数据支撑，客户对接。那和连续7天住在公司一样吗？小温，你要理解公司的难处，一个项目成功离不开各部门配合。我理解，但起诉的依据我没看到。制度的公平不是让每个人都满意，是所有人按同一套规则来。3年，无数个4小时睡眠的夜，换来这个数字。明年还有新项目，机会多的是。你是核心骨干，眼光放长远。现在跟公司较这个劲儿，对你自己不利。刘总，我只想弄明白一件事，这个系数是怎么算出来的？这是公司制度，制度有据可查。我去财务部问一下。有什么不明白的，随时来问我。好的，刘总。
3天之内必须解决。底层架构要调，3天太紧了。要什么人，要什么设备，你开口，但3天以后我要看到结果。小静，辛苦了。李主管，谈完了，文成那边他拿走了，没当场反对，就按那个数字走。有事，年终奖的事，我的结果和预期差距很大，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计算过程。文件里都写了，自己看。文件里的系数没有来源说明，这些系数是谁定的？制度是领导定的，我只负责按制度算。那原来的制度我应该拿多少？李姐，我只想要一个对比数字，无可奉告。什么叫无可奉告？哼，李姐。这个制度是领导定的，你有疑问去找刘总监或者人事。别为难我。好，打扰了。文成，我就说一句，说，这个制度是今年新加的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如果没有这条新规，你本可以拿到20万。谁定的这条规？李姐还没走啊？刚收尾，马上走。你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敏华姐，别为难我。别为难我。进来。为什么？刘总，我考虑清楚了，是钱的问题？不是钱，那是什么？是规则。一个让核心贡献者感觉不到被尊重的规则，我不想再参与其中了。文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公司培养你花了多少心血？我清楚。你就这么说走就走？启航的核心代码是我易行行敲出来的。小文，你还年轻，不要因为一时冲动毁了自己的前程。以你的能力，在公司前景很好。谢谢刘总关心，但我的决定不会改变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离开这里，你以为还有地方要你？行，辞职报告我收了。刘总监签过了？签了。为什么离职？个人原因。
待遇有问题？没有，和领导有矛盾？个人原因。技术部的人都说你是这几年最稳的骨干，就这么走不可惜？手续怎么办？7个工作日照常上班，做好交接。明白。秦总，技术部有人离职。谁？温成，做了3年多的核心骨干。什么原因？人事那边问过了，本人只说个人原因。调技术部的档案来，哪一块？3年内所有人的绩效和奖金。喂，你好。文成，我是云晴集团董事长秦崇明。秦董，你好。我听说你辞职了，是。原因是什么？不仅仅是钱。分配规则、启航项目，我拿到手的年终奖32000元，这个数字怎么定的，没人告诉我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没有参与核算过程，也没有得到任何解释。制度可以不完善，但结果落在核心贡献者身上，让人觉得不被尊重。这件事我会亲自过问，但流程走完之前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培养一个核心技术人员不容易。谢谢秦董，我会考虑的。他打来问，是因为人走了，不一定是因为人为什么走。吴主任，进来。董事长，这份补充通知是谁起草的？技术部起草。财务会签是。总裁办呢？这份文件没有经过总裁办。分管副总裁直接审批。是。什么时候开始，奖金方案绕得过总裁办？170，骨干平均多少？12。3年。是。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这是一套做法。把刘茂川3年的审批记录全部调来。是。1个人的问题。这里把接口层拆开，响应时间能砍掉1/3。就这个，上。5万块，当场给的。那时候5万不是小数目。当年我以为是陆少川给的价钱高，现在我就不信了。让刘茂川明天上午9点来我办公室。温成，是我。秦董，离职的流程我会让 HR 暂停，不是要你立刻回来，我想先把事情弄清楚。秦董，我已经开始看新的机会了。给我5天，查清楚之后你还是想走，我尊重你，但我要让你知道，公司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种分法。好。
住房的事儿我来解决，你只管做技术。让刘茂川下午来我办公室。你看看这个，过去3年，上面这条是你的奖金曲线，下面那条是你团队核心骨干的。你跟我说说，这2条线为什么是这个走势？董事长，管理是有溢价的，承担的责任更大，奖金增长快一些是合理的，170%对12%，这个溢价率你觉得合理？还有一件事，温晨的奖金核算基数系数每一项都在制度框架内，但组合起来核心贡献者只拿到市场预期的1/3，这套制度你是涉作者之一，你告疏忽还是故意？董事长，但我没有针对温晨个人，也没有用制度谋私利。公司法务和审计正式介入，调查期间已暂停部门负责人职务，配合调查。董事长，去吧。刘总，审计组需要你配合，请先回办公室等候。3年前，我第一次见他。坐，简历我看过了，就你了。那一刻，整个会议室都安静了。启航项目最难的模块，他一个人啃下来的。升了总监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应该多拿一点。一开始我叫他合理的回报，后来我就分不清了。这份制度你当时有没有提出质疑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敢。刘总监当时说了什么？公司讨论过了，放心签。配合好了，技术部的业务优先走你们这边。我知道那个制度有问题，但我以为领导定的事儿我没资格说不。我在这里干了8年，儿子女儿上小学，房贷还没还完，我不能丢工作。李主管，后续调查需要你配合，你的岗位暂时调整，由副主管接替。怎么了？我今天在审计那边说了实话。什么实话？我签了不该签的字。我知道有问题，但我怕，我一直怕到签完了还在替自己找理由。你现在说出来了？说完了。没有。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不管什么，我不会再沉默了。刘茂川真被免了，他那几年奖金涨的，我就说不对劲儿。哎，早该查了。温长走得太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要是留着，这事儿能查出来？不是查不出来，那是他走了，才有人查。哎，李敏华也被处理了。别想了，结果已经出了。我没想到这么严重。你按的那个制度审批没走完。我知道，温成来找我那次，我跟他说别为难我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走了。
还在看这个？嗯，你当时怎么想的？我觉得他小题大做。谁？温宁。现在呢？32000块不是重点，32000上面把口子撕断，下面的水才会流走。我是那个帮着撕口子的人。你知道就够了。不够。我干了8年，我以为做好自己的事儿就行，但看到不对的不说，本身就是错。以后别做这种事儿了。我不会了。温姐，事情查清楚了，结果呢？刘茂川被免职了，你的奖金按原制度补发。秦董，谢谢您查清楚。你愿意回来吗？秦董，我考虑一下。好。专业能力是自己的。坐。你的论文我都看过了。陆董过奖。不是过奖，市面上同类产品我逐一比过，启航的技术架构是最优的。核心模块设计人一栏全是你的名字。你离职的原因方便说吗？年终奖的分配和我的预期差距太大。我们能给你的首先是薪酬，匹配你的能力，其次是一个尊重技术的环境。但我不会承诺你一帆风顺，你来了也可能遇到不喜欢的事，你的声音会被听见。陆董，被看见被听见是口号还是制度？好问题。这份制度执行多久了？2年，人才流失率下降了60个百分点。陆董，我接受邀请。不问薪酬，我相信匹配我的能力。欢迎加入云营。我们这里规则对所有人一样。秦董，我考虑好了。说。我不回来了。是钱的问题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是制度。秦董，您的公司现在才在查这个问题，而我要去的公司2年前就解决了。那家公司的制度我可以学，带回来。秦董，制度可以学习，但信任需要时间。我现在没有时间等。好，文成，祝你好运。谢谢秦董。文成，上车，我送你。早点回去休息，以后加班太晚，申请公司派车。好的，谢谢秦董。他是个好人，但好人和公平是2回事。温工，请稍等。技术中心在12到15层，您的工位在12层，林阔主管会带您过去。温工，林主管您好。叫我林阔就行。这是你的位置。电脑配好了，账号上午开通，先熟悉一下环境。林阔，我现在能看昆仑的代码吗？这么着急？想尽快上手。开发文档和核心代码都在里面，有问题随时来找我。下午3点技术评审，你可以旁听。好。
上午看的怎么样？架构比我预期的干净。陆总对代码质量要求严。你在天启多久了？3年半。之前呢？之前在另一家公司，你应该知道那家公司。哪家？和你一样的地方。第一天感觉怎么样？代码质量比我想象的好。你说话很直接。我不太会拐弯。看得出来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也在那边待过。哪边？你上家公司，5年前。为什么走？有个项目，我提了个优化方案，被否了。被否了。后来我发现，那方案换了个名字。谁的名字？我领导的。我当时也很生气。后来呢？后来想通了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是那个地方的问题。你做了事不一定被看见，被看见了不一定被认可，被认可了也不一定被公平对待，所以我就走了。这里呢？这里也不完美，但至少你的代码不会变成别人的名字。他来对地方。整体架构扎实，但这里……有问题吗？问题很大。这个数据结构的思路，我之前想过，但没找到实现的路。底层逻辑重构了。昨天下午加晚上，你一个人做完呢？在原来的公司就有这个想法，一直没机会落地。这个节点，你确定不影响系统稳定性？做了模拟测试，稳定性提升12%，效率提升40%，数据在附录。入职第1天发现瓶颈，第2天拿出方案。温工，你不适合坐这里。跟我去见一个人。话不用多。我知道。紧张吗？不紧张。温成，陆董，这份方案落地，昆仑3.0能超过启航。是的。你需要什么资源？3到4人的小团队，2周。技术中心的人您随便调，不够我去别的部门借。方案你来主导，林阔给你配资源。2周后我要看结果。没问题。你不好奇吗？好奇什么？入职第2天我就把这么重的项目交给你。因为我值。好，去干活吧。底层逻辑先说，听完再提问。这里是原来的瓶颈，绕开它，走这条路。这条线，温工，这个架构跑通了。昆仑不只是超过启航，它会领先启航整整1个代代。1个代代。那我们就跑通它。喂，你好。温成，是我，李敏华。理解。方便说话吗？方便。你说。审计来找我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你走之后没多久，他们问我为什么没对制度提出质疑。我说，因为我不敢。这是真话。我坐在那个会议室里，审计的人看着我，我才明白，不做坏事不代表就是好人。不敢说真话本身就是一种错。我打这个电话不是求你原谅，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认识到错了，以后不会再这样。理解。谢谢你打这个电话。也谢谢你。
谢我？不是你走了，这件事儿可能永远没人管，我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李姐，你现在怎么打算？调去行政部了，做文件归档，挺好的，不用再签那些让我睡不着的文件了。那就好。你在新公司还好吗？挺好的，这里的制度都是公开透明的。真嗨，那不打扰你了，你忙。好，李姐，保重。你也是。李姐付出了代价，刘茂川付出了代价，我也付出了3年。底层这里重固完了吗？刚跑完，没问题。核心模块呢？今晚能封板。测试通过，稳定性提升15%，效率提升42%，全部指标超预期，成了！哇！陆董，成了，稳定性提升15%，效率提升42%。温静人在哪儿？会议室等着，让他上来。入职到现在不到3周。是的。你之前说类似的想法在原来那家公司就有了。为什么没落地？领导说太超前，风险太大，让我专注手头的。昆仑是现在，这个是未来。我想让你来牵头。陆董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3天。好。这个方向如果现在切入，3年内可以拿到市场头部位置。太超前了，先把眼前的做好。帮我约一下陆少川，我想请他喝杯茶。你的昆仑3.0我看过了。哦，很好。温城在你那边还好吗？很好。我犯了一个错误，不是放走了温城，是让一个有能力的人，在一个有问题的制度里感受不到被尊重。30年，我以为我建的是一家公司，没想到下面已经烂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改。从哪里改？制度，所有分配规则公开透明，任何人不能随意更改考核结果。需要帮助可以找我。你不怕我学走你的制度，反过来打你？这个行业够大，多一个健康的对手，比多一个烂掉的对手要好得多。谢谢。窗口期有多长2年。 2年。 2年内无竞品跟上，我们拿下80%以上市场份额。预算呢？预算不设上限。
不设上限，你有意见？但有一个条件，每3个月，温城向董事会汇报一次进度，连续2次不达标，项目调整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苍穹项目正式立项，从今天起，所有岗位的薪酬区间全部公开，晋升路径、奖金规则，内部系统里查得到。这次是真的改了，他走了之后变化太大了，不是走了才改的，是走了问题才被看见。请问，奖金有疑问，申诉找谁？直接发给董事长，他的邮箱今天一起公布。喂，程程，听说你升了，算是吧。厉害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奖金公开透明了，你走之后变化挺大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李敏华姐调回财务了。调回去了？在行政干了几个月，后来财务缺人，她自己申请的，现在做成本核算不碰审批了。她说以后只做看见数字的工作。挺好就好。程姐，最新排期出来了。8个月，对，从这周算起。每个人都在往前走。你是说原公司那边？不只是那边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弥补过去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往前冲。李姐，这贴着啥？便签。我知道是便签，写的什么意思啊？提醒自己的。全部通过，成了。8个月，240多天。明天上午，董事会，你来汇报。收到。秦崇明、刘茂川、李敏华。3年前，我不敢想站在这里。各位董事，早上好，我是温城。今天汇报苍穹项目，8个月 1.0 全部开发完成，从技术架构到市场预期，我逐一汇报。苍穹和现有产品最大区别是什么？现有产品跑得更快，苍穹换了一条跑道。换跑道的风险评估过吗？评估过。结论：风险很高。但不换，我们永远在追赶；换了，才有可能领跑。汇报完毕。以上是苍穹的完整方案，表决吧。全票通过。坐。8个月，瘦了不少。还好。我们不做最炫的技术，我们做最有用的。这是响应时长对比，左边是行业平均值，右边是苍穹的实测数据，每一个数据都有据可查。技术不是为了炫技，是为了解决问题。我们希望用苍穹让每一个用它的人工作更高效，生活更便捷。谢谢大家。
秦总，为什么叫启航？提醒自己，提醒什么？不要忘记启航的人。他不会知道是我。这个人能成事。敏华，有件事跟你说。主管的位置空出来了，你做得好，我想把你调回去。谢谢您，但我不去。为什么？我就想做这个。核算，数字是数字，不会骗人，也不会害人。以前怕的是权力，现在怕的是出错。这两种怕不一样。妈妈，你为什么不在原来的位置了？妈妈做错了一件事，现在做对的事。顶层那间办公室，你要不要去坐坐？不去。CEO 的职位，董事会已经批了。我知道。你拒绝了？嗯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做管理，我想做技术。温总，这次真能带我们一起回去？说话算数。首席亲自带队，这待遇……少废话，下楼。你爸洗澡安全，我就放心了。装的挺好，比那个按摩椅实用多了。程程，别太累。不累，爸。那个苍穹项目咋样了？快发布 2.0 了。那就好，你开心就好。多喝点汤，补补。小时候以为努力就能被看见，后来才明白，不努力一定什么都没有。不被公平对待，不代表应该接受不公平。整令，发布会直播我全看了。你现在可是大人物了。我还是我。对了，李敏华姐让我转达，她说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说你让她想明白了很多事儿，具体什么没说，就让我转达。你跟她说，我收到了。好，那你忙，不打扰你了。我不是为了钱走的，是为了公平。刘茂川做了错事，承担了后果；李敏华犯了错，认识到了，改了；秦崇莹看到了问题，改了制度。每个人都在成长，我也是。